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怡媛，今天跟大家讲新的远程统帅了。我也相信这一次的影片呢，应该是很少人会看的，毕竟远程统帅没有多少玩家会玩。不过还是有不少的玩家想要知道新的远程统帅到底好不好用，他们报告好不好看，是不是智商税。那么在960有一个玩家叫98的，他是已经去练了新的远程统帅，不过很可惜他的新远程统帅呢并没有觉醒。主要原因是因为他的金头不够多的关系啊，所以他就没有办法把新的远程统帅给觉醒。那因为我可以登录他账号的关系啊，所以我有用过远程统帅，也可以直接拿到远程统帅的报告。所以今天就分享一些远程的报告还有心得。那其实远程统帅是真的还蛮方便的，只要你的队伍还在狂热状态，不管是对方从测试出来，或者是敌人只要靠近你的攻击范围，他就会自动去攻击敌人。也就是说，你可以基本上放心的放远程在那边就好，你完全不需要去操控。不过远程统帅其实不太适合手机或者是平板玩家使用，主要原因就是平板跟手机只能看到3个部队而已，你没有办法去控制你的远程应该要走哪里，要怎样操控。举个例子，如果刚好你打的敌人是在你的远程射程之外的话，你的远程会被操控往前移一步。可是你又不想让你的远程移动呢，最好的方法就是点击全选的时候不要选择远程的部队，或者是用电脑会比较方便，你可以用键盘控制你想要操控的部队。那么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来看一下新的远程天赋应该要怎么点。不过我这里分享的天赋呢，会有包括旧的远程统帅，因为远程统帅真的很少玩家去接触，所以我就顺便分享给大家看。当然你们要调整天赋也是可以调整的，不一定要跟着这里的天赋点。接着就是分享98他的装备和军器。其实他的装备军器呢已经算是比较高水平了，毕竟他的军器都有专属铭文。不过因为98他来不及做装备的关系啊，所以你们可以看到第2套装备是有金色加紫色的，也是刚好给各位参考一下，如果是金色混紫色的装备会变成怎样。今天我会分享所有他收集到的报告，那可以看到玛格丽特搭配老虎出来的结果。比较多人在意的还是反伤的问题啊，那各位可以看到其实反伤呢并不会到这么高，像我之前所说的，只要你把统帅练起来，统帅觉醒，装备军器不太糟糕的情况下，打出来报告一般都不会太亏的，而且反而还有赚不少。我看到那天直播有提到远程的事情，有观众说远程就是杀敌3000自损8万，对远程统帅还是有不少刻板印象啊，就是之前测试过他出来的效果不是很好，就放弃了远程统帅。不过我看到最近还蛮多玩家已经慢慢开始接受远程统帅了，有不少玩家已经拿远程统帅出来玩。当然我今天分享的报告也不是全部都是赚的，有一些报告是亏的。怎样亏呢？就是当你的远程放在原地，对方直接冲过来打你的时候，就比方说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报告后面是被打的，但是你们可以看到整体报告其实还是赚的。不过2位新的统帅只有1位觉醒，就是攻杀洛而已，因为他有 AOE 的关系，所以98优先把攻杀洛给觉醒。加查马达目前5243，主要原因还是不够镜头给觉醒啊，不过之后他也是会慢慢觉醒。那你们可以看到还没有觉醒的情况下打出来报告都已经很不错了。只要你的远程部队在死之前有攻击到不少的部队，其实拉长补短都已经有赚了不少。还有包括旧的远程统帅也是一样，后面是直接被人家打死的。不过报告换算起来是差不多的。攻杀洛比较厉害的地方就是因为他有 AOE 的关系啊，所以他就算是打一个目标刚好旁边有其他目标的时候，也是一样会打到他们。而且对方受到 AOE 的时候是不会造成任何的反伤的，也就是说你是直接打到对方重伤，自己是完全不会受到反伤的伤害。接下来后面全部都是报告，远程统帅也没有什么技能上的一些东西需要去介绍啊，各位可以静静的慢慢看报告。希望今天的影片有帮助到大家吧，尤其是那些想要考虑去练远程统帅的玩家，可以更加直观的看到远程统帅出来的效果是怎么样的。不过远程统帅最重要记得的一点就是你们放的位置最好是河岸对面、山谷的对面，或者是放在友方城市附近，自己的领土附近会比较安全一点，只要对方要打到你的远程之前有一段距离都算是比较安全的。而且不是只有一些玩家去玩远程而已，有一些大佬看到远程那么吃香，爆球的时候都可以攻击敌人，都慢慢去接受远程统帅了。以这一次的 KVK 来说，我看到我方有3个队友是已经开始带远程统帅出来了，不包括98。那今天我就讲到这里啦，我们下个影片再见。